第2集，探花郎忘恩负义，夜宴图忽然变成赝品，杨之远大呼冤枉，还未等自证清白，隐约听得门外传来哨声。10余黑衣刺客闯入杨府，一连发弩箭，已将黄承思的人尽数斩杀。紧接而来的，便是层层毒瘴，吸入者会在短时间失去内力。老贾舍命相护顾千帆，奈何重重包围之下，幸好关键时刻遇到赵盼儿，立刻朝他射去一枚毒镖，要挟他救自己。赵盼儿为保命，不得已带他藏身于附近，眼看着黑衣人将杨府上下灭口，无一生还。至于赵盼儿为何没有吸入毒烟，反倒是顾千帆的疑虑，令他不得不道出今夜来府的原因。同时在池塘青石板上发现一处脚印，通过花纹认定是官府之人。赵盼儿觉得，若是他们想要对付黄承思，何必会来杨家多此一举？恐怕真正目标是要杀杨之远，表示自己会帮忙作证。正因赵盼儿如此率性正直，顾千帆没有对他刁难，甚至为其清除毒镖，随后转身离去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德叔专程来向赵盼儿报喜，直言公子欧阳旭已是金科御赐探花，不过多日就要迎娶副都指挥使高谷之女为妻，而他此次是奉命来取定情信物同心配。孙三娘听闻德叔来意，斥骂欧阳旭薄情寡义，他与赵盼儿本就定下婚事，怎可突然悔婚另娶他人？当年欧阳旭流落杭州，幸得赵盼儿为其置办田产，才可落下民籍，重新再两制参事。怎知3年深情比不过仕途名利，居然还想用80两打发赵盼儿，令他大失所望。于是便让德叔代为回话欧阳旭，倘若拿不出500两，绝不交还同心配。顾千帆独自潜入义庄查找线索，结果在老贾失手寻得刻有钱塘的断剑，不由回想起老贾临终遗言，足以说明黑衣人有备而来，准是受人命令实施灭口。与此同时，郑清田猜到黄承思在调查谶言之事，不过经由昨夜焚烧杨府，如此一来死无对证。在原本的计划之中，郑清田是准备推给宁海军姓楚头上，此人与杨之远有旧怨，肯定能够引起黄承思的注意。奈何断剑凭空消失，又因顾千帆参与其中，郑清田下令张贴肖像，嫁祸骑士劫杀杨家的海盗，并且要求县内各官各少严加盘查，凡有男子非本地口音者，全数拘捕，逐一查验，若是敢于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冷静过后的赵盼儿决定只身前往东京寻夫，他坚信欧阳旭绝非出自本意，至少应该留下一封书信到明缘由，而非遣人传来口信。其实也是难以接受自己眼光当真极差，居然爱上这等负心薄情之人。待一切真相大白之前，赵盼儿先将茶坊交由孙三娘照顾，她则一身素装来到码头，意外发现画着顾千帆肖像的追捕令，甚至在月老祠内遇到对方。赵盼儿巧舌如簧，这才让船头郑爷同意他随商队过洋。顾千帆藏在货舱躲过搜查，历来是农工商，为商者最是轻贱。孙三娘深有体会，便是想让儿子能够好好读书。怎知丈夫傅新贵满身铜臭味，只想让傅子芳跟他学做生意，甚至为了谋夺大嫂家产，居然想要将亲生儿子过继给他，气得孙三娘大闹家族祠堂。坐进货舱之后，赵盼儿隔着垂杖脱去外衫，独自给肩膀上药，忍不住数落顾千帆几句，可又念及顾千帆实在伤得严重，也便不再与他计较，亲自为其处理伤口。怎知顾千帆突然晕了过去，赵盼儿从顾千帆身上发现一封奏报，才知他此来江南为何事，不动声色地塞进他怀里，佯装从未见过。等到顾千帆醒来时，发现赵盼儿靠在旁边疲惫熟睡，本来是想给他披上外衣，怎知他立马惊醒。两人聊了几句，因为欧阳旭的缘故，赵盼儿干脆破口大骂，藏在心里的话全都发泄出来。事后才觉得顾千帆是个好人，至少在目前看不算是坏人。顾千帆认为赵盼儿没必要为负心汉难过，可是赵盼儿并不接受他的说辞。正当要准备理论之际，忽然听到外面的喧哗，原来是商队众人发现河面漂浮一具尸首。赵盼儿闻声出来，一眼看到了孙三娘，
情急之下就要跳海，奈何大家拦着赵盼儿，觉得孙三娘是凶多吉少，不应该再冒风险。但是顾千帆为了报还赵盼儿的救命之恩，干脆带她去救孙三娘，